天跟你们说过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们所吃的西瓜都有可能是国外进口的。我身后这块位置全是西瓜，很多中国人在这边种西瓜。今天带你们了解一下，在老挝这边种西瓜需要注意点什么。这是工人住的地方，或者放物资啊，或者有几个长工在这里住。这里环境就比较简陋，主要是放物资。可能是早上啊，师傅开了一个，看一下成熟度怎么样。我们这两天准备出瓜了，所以每天要开一下，看一下成熟度。这个成熟度只有7成的样子，还差一点。老挝不是不让用农药的化肥吗？可以用，不要把农药跟化肥想的那么样恶魔化了。其实农药和化肥啊，在农业中是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了。你要是很多东西啊，你要是不用农药化肥啊，很多东西都吃不起啊。农药和化肥的危害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很多就是把些资本啊，提倡那些绿色有机的啊，他们把农药跟化肥啊，那个负面的一些效果啊，变得放大了。我们这个位置啊，牛多，防牛花了我们不少的成本和精力。估计有2000多头牛，他们这边人养牛也简单，他们牛都晚上都不敢回去。有只西瓜，吃啊，他一口给你咬半个，吃那头牛啊，半个小时给你毁了几亩地，那损失就大了。这一片啊，没怎么长西瓜了，就是牛跑进去了，被吃了的。你这里有多亩西瓜地啊？这边有200多亩，是我们种的稍微季节晚一点的，3月初到3月中的。然后前面的12月份到2月份的，那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在蒙南那边。这整片地全部是你们包的？全部我们包的。方便透露一下投了多少钱吗？大概1亩的种植投入的话，不算运费啊、运输啊、纸箱、报关这一类的，大概在5300到5500。多少亩啊？我们总共大概是500多点。如果算上运输的成本的话，像现在运费都涨价了，我们这2天也快出瓜了嘛，现在一车一挂的运输费要17800了，这是很高了。今年的那个报关费也比往年高了很多。这西瓜怎么有的大有的小？种的西瓜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达到那种商品瓜的标准的，就是在我们装瓜的时候也会筛选，大的啊、好看的啊、漂亮的啊就装走了。像这些小的就一般都留在地里了。现在这片就是准备要出西瓜了，把那个滴管开关全部拆了，不需要打水了，要工人再拆这个开关，然后让它西瓜晒几个太阳，出水分，上糖度。你看这个西瓜它有点泛白，它的熟度还差一点点，晒几个太阳。OK 了是吧？样还没有。现在老挝怎么样？就会几个很简单的吃饭啊、睡觉啊。然后来去啊，这一些沟通够不够用？沟通不够用。但是，一般肢体语言还是能描述得清楚。跟工人待多了，你说什么，你老挝话来几个，然后手比划一下，大家相互都能明白。这片地嘛，旁边有一个树，明显就比上面那一片啊要小一些，因为树挡住阳光了，光照少一点，它长得就要小一点。这样的地方的瓜呢，那个甜度也会差一点点。在那个山上收姜。看你做的视频啊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拍得很真实，就喜欢看你那个视频，看你对老挝的那个风土人情的介绍啊，蛮感兴趣的。特别是在那个越南交界的那个寨子那里啊，那烤那个猪大肠呢，看得蛮过瘾。后面我去琅琊榜，我也看到烤猪大肠，我说这跟他们说，我说小严拍过的，你们有没有勇气尝一下？没一个敢的，我叫了一盘，我也没吃，咬了一口，我靠！那是原生态的，那个滋味都在里面。没吃那盘就是尝了一个鲜。这边工人在这个打汁，把西瓜长出来的一些分支啊，把它打掉，怕它抢那个西瓜的养分。你这边请的工人是临时工还是长期工啊？临时工，有长工，长工在那边，但是大部分是临时工。临时工是干一天结一天，他们早上来上班，下午下班，那必须要见到钱的，必须要给他结工资。像你们请这个工人多少钱一天？13万老币一天，每个地方有一点差异，但大体差不多吧，12万到16万之间吧。有人种西瓜多了位置的人，工价就高一点，多个2万块钱。像我这附近呢，种的不是很多，就是相对便宜一点。但是相对来说，我们中国人给他们给的工价算很高的了。他们自己在老挝人的地方找个工作，大概一天的收入10万块钱吧，可能好多10万都不到，一个月才200万、250万，250万算比较高一点的。像我们这一天10几万，他干个20天就200多万、300万了。OK， 我家里有白坑蓝麻木。这个不对，没熟。这个不给，不能吃。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没熟。他是不是在说他的西瓜可以拿回去吃，可以吃吗？他说下班了叫我给个西瓜他们吃。我大概的意思明白了，就是说很详细了，我也没怎么懂，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进，蹲炕，送你家去，OK 不？这样沟通他们能理解得了吧？大概能听懂了50%，差了50%。我是说今天晚上给个西瓜，他就明白了。我知道他们家嘛，在他们家经常去做一下。猛男那边的西瓜熟了以后啊，经常在干活的工人都给他们送西瓜去了。虽然是我们是雇佣关系嘛，但是这里的成果啊，他们也出了一份力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红利嘛。这些西瓜就是从小就打下来了。对，我们一颗只留一个嘛，授粉了以后会长得比较多，多了就把它取掉，选一个比较靠后的西瓜长得大一点，口感这块都要好一点。你看那边的工人就在选西瓜，把前面长的西瓜全部都把它摘掉。你们租地的时候，这个地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，还是你们后面有所改动？没有，这就是水田，租下来就是这样的。田块垒了2遍，我们垒田的时候也特别小心。因为不能把他们的田埂给破坏了，你破坏了田埂啊，当地的那个村民啊，他们要找你的。垒田的时候啊，也花很多精力要看着，特别是拖拉机也跟他说清楚。像这片西瓜，它就比前面的那边小多了，这是最后的一批。你这批西瓜要上来要到3月20号左右。不是所有的西瓜都是那几天出，就是分批次出来。我们总共种了500多亩，种了6批吧，因为你要全部种了1批或者2批，风险很大。万一那1、2批你没碰到好的价格啊，那就欧了。这是分批，分几批呢？你好的时候可能碰得到，差的时候也碰得到，综合下来呢，就把风险降低了。这些都是长工，就是按月算的。对，他们是按月结，一个月男的450万，女的400万。这个工资你做农业这一块算高吗？高，很多人要过来愿意干。但是要不了这么多人，当地没有什么很多的就业机会嘛，差不多他们能干的也就是中国人投资的香蕉地、西瓜地这些地方，但是这些地方需要的工人呢数量毕竟也是有限的。中国人在这边做投资吧，给的工价肯定是比他们自己去上班干嘛要高很多的。他们自己上班一个月，像男的估计300万，他这里可以拿到400多万，甚至我们打水工啊，给了他是700万，有点技术含量的就很高了。700万在国内也有2000多了，在这边说是非常高的工资了。估计他们那个县里的领导一个月的工资上1000万的都不多。后面密不？啊，对，这个麻了，你看了，这个不要。是不是他们现在所做的都是你们教的？全部我们教，他们不懂的，一道工序的教他们怎么弄。其实好多人说这边人干活工价虽然便宜，效率不是很高的，但是整体上来说我感觉还是可以的。就是说他们的可能纪律性差一点，但是总体上说啊，你什么事你要先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就慢慢去遵守你这边干活的要求。你要先什么都没跟他们说，那就是他们是由着自己的生活规律来，我们制定的时间啊和工作的安排啊，也要尽量去融入他们的生活规律，根据他们的生活规律来制定。有时候你跟他们生活规律冲突很多的地方，有时候很难去执行下去。比如他们的节假日的时候啊，你尽量不要把什么重要的工作啊安排在他们节假日的附近。如果你安排在他们的节假日附近的话，他们会跟你无视的，你就尽量避开。他们有节日的时候啊，可能会喝点酒啊，一喝酒啊，第二天啊，有好多个人喝多了啦，他不会来上班的。你自己平时也出来做事吧？具体的工作其实我参与的不多，主要是安排每一项工作啊什么时候做，然后看一下做的怎么样。像具体的选瓜，我做的肯定没他们好，因为他们长期做这个活，我只是说知道怎么选，他们比我更专业一点，这样的事交给他们更专业的人做。什么事你都要去做的话，会消耗自己好多精力。